哥，到底怎么了？我们接到匿名举报，说陈宇在藏毒。藏毒？怎么可能？不对，谁说的？稍安勿躁，正常程序。不是，这什么程序啊？我跟您说过了，杨林是去找万萌萌的，只要能够坐实万萌萌吸毒，我就能够调查他，查他我就能够查万。抱歉。 3年了，陈宇，你可真够用心了。本先回队聊聊。担任调一下附近监控，通知杨毅调一下云点酒吧监控。玲玲，玲玲，玲玲，你没事吧？啊，真菊，没事吧，孩子？怎么来了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哪受伤了？放心吧，我真的没事。真的没事。在陈宇房间搜到了。 你怎么去那种地方？杨叔，你为什么让玲玲去那种地方？完成。那里有多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杨叔，都是我的错。爸，是我自己想去的，跟陈宇没有关系。老杨，等我们回去查清楚。玲玲，你先休息。你。 跟我回队里。我先回队里了。楠楠，出去多2年。谢东啊。 我把萌萌藏起来了，东哥，我嘱咐过萌萌，她什么都不会说的，她什么都不会说的啊！老万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我不可能跟他说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萌萌那是个累赘呀！东哥，他真的什么都没做，东哥，他早晚害死你啊！不会乱说的，他真的什么都没做。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找他吗？公安已经盯上他了，找到他就找到老万，你能藏得住他？你告诉我，你能藏几天？你藏得了几天？陈宇，关于在你那儿搜到毒品的事，我对你从未有过半点怀疑。但是今天晚的事情，你必须给我说清楚。 你让杨玲帮你查万萌萌，就她一个人去吗？那种场合是可能有危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出了事儿你担得起吗？且不说她是你女朋友，作为一个警察，你让一个毫无准备、毫无经验的人随便进入，有没有点脑子？问你话呢，听见没有？回答我！我问你。 杨玲在云巅第8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穿成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刘队，我错了。陈宇，服从命令，听指挥，这件事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？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。 但我也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承担得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今晚的事情有多严重？刘队，我要见林娟，单独见。
之前茶厂被烧，我受的委屈，只要没有波及到你，我都忍。但这次不行。明天我去找林德赞，让陈宇从这儿搬走。爸爸不是想让你跟他分手，只是希望你跟他保持距离，至少是和他的工作要保持距离。对不起，爸。我让你担心了。但我一定要帮陈宇。你想怎么帮？我知道你跟曼赫达是老关系，我想让你帮我查3年前吴刚运输的资料。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吗？你不怕像我当年一样，为了帮他们，最后付出了连自己都承受不了的代价吗？春兰，春兰，春兰，春兰！玲玲，玲玲，爸，小时候妈妈出事，你又离开我。我理解你对毒品有多恨，因为我跟你一样，所以我不是为了帮陈宇，是为了帮我自己。你明白吗？对不起啊，玲玲。爸，你这次再回来，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走近你，我真的很害怕再失去你一次。玲玲，这是你爸爸，我是爸爸。玲玲，爸爸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失去了10多年陪伴你的日子。爸，今天把这些话说开，我就不再逃避了。那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去面对这些？
今天找我来，有什么话要说吗？那天我走货之前，我跟他们一起在烧香嘛。我看着我面前那炷香一点一点变短的时候，我脑海中想过无数种可能。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。可是到了那个地方以后，我才发现，我想的太简单了。一个活人的，一个刚刚还在跟我讲话的活生生的人，就这样烧死在你面前。那一个个毒贩，就这么肆无忌惮的摧毁着我眼前的所有。这3年我在木卡，我以为我见过了所有的毒，但直到那一刻，我才发现，贩毒的人远比毒品要可怕的多。所以我在想，我爸爸，他当年是不是也经历过我现在经历过的一切？他也看过我看过的一切，他也经历着我现在经历的痛苦。绝望，所以他才会去找你们的吧？对吗？什么东西？万和达运输公司所有车辆的台账，请您查一下吴刚出事那天的记录，这里面一定有。你先告诉我，这张光盘怎么拿到的？偷的。偷的！你是叫什么呀，陈宇？我必须要查到所有线索，我没办法了。这叫线索吗？程序不正义，结果就不正义。身为警察，你们清楚啊！因为你的行为，老子可以处分你。我接受所有处分，但是我申请叮嘱万和达，叮嘱万德通公司仔细彻查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明娟，这一次不是为了吴振峰，更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3年前的真相。3年了，在这3年里，如果你已经感受到你父亲他所面临的危难、隐忍的痛苦，你就应该知道，也应该相信，你父亲的牺牲有多伟大。也许他从未想过这么做的意义，也许也只是别无选择。
当他打通我第一个电话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拯救了千千万万可能被毒品危害的人，对吗？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怕是没有，躲也躲不了。一味的沉浸在痛苦之中，更是无济于事。我干了一辈子警察了，我认为那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。除了面对，我别无选择。把这个放大一点，放大。最大的已经。快进一步。死者叫李彤，21岁，生前是一名主播，小有名气。解剖后发现，死者呼吸道和肺部都含有大量的烧焦颗粒物，最终死因判定为烧死，加上神经系统受到强烈刺激而丧失痛觉，导致他着火之后仍在幻觉之中。我们在死者的肺部和呼吸道都发现了化学药物残留，地酚酹酯、甲基苯丙胺、咖啡因等物质，基本可以断定是吸食毒品所致。大家看一下屏幕上这2个胶囊，右边是味享餐厅发现的胶囊，左边是云巅D8发现的胶囊。云巅D8发现的胶囊与死者体内化学药物残留成分相似，基本可以断定死者死前正是服用了此胶囊。通过对图片上2款胶囊进行对比分析，它与大黄胶囊的成分高度相似，因此我们怀疑是大黄胶囊的高脂仿制品。什么？大黄胶囊，还仿制品？另外，从陈宇家搜到的胶囊状药物也与云巅D8案发现场是一样的。这是案发当晚黎翔咖啡馆外的治安监控拍摄的画面，时间是云巅D8案发不久之后。画面中，一名可疑的男子潜入了咖啡馆，我们由此可以推断，正是该男子把毒品放入了陈宇的房间。但是因为光线比较暗，他又戴着口罩，所以我们暂时无法辨别该男子的真实样貌。这是昨晚云巅D8部分时间段的监控，但是因为光线昏暗，监控视角单一，没有办法辨别加害杨凌的人的样貌，且由于包间内没有监控，也没有办法确定包间里面发生的事情。刘队，林局，监控显示，死者生前与万萌萌共同进入一个包厢。案发后，万萌萌也惊慌失措地逃离了现场。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到万萌萌。
并且深入调查他的社会关系。说一下啊，鉴于现在云巅酒吧的这个案子还在查，鉴于陈宇擅自进入了万乐通公司，所以现在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陈宇，为了避嫌，这个案子你暂时别跟了。说明一点，每天还是按时要到队里来上班的，清楚吗？明白。林局，那我什么时候恢复工作？找到证据，把这个案件查清楚，再说你的事情。是。谁让你拿的？我还没做好呢。大黄胶囊重要的配比是配比，你想过没有？货剩的不多了，所以我想早点试试。省厅传来消息，香港那边发现了一大批数量可观的麻古和新型毒品大黄胶囊。据分析，这一批毒品就是在茶厂被烧当晚从云河流出去的，说明茶厂被烧事件，它就是个幌子，这是毒贩调虎离山、声东击西的障眼法。就在我们严密布控，将警力集中在茶厂的时候，真正的毒品就和我们擦肩而过，在各位脚底下的云河流出去了。作为这次行动的直接领导者，我向大家检讨，我个人是有疏漏和错误的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但真正的毒品还是从云河流出，竟然没有一个人预先察觉，各位也应该反思。现在又发现了大黄胶囊仿制品，大家都想想，这是怎么了？虽然是一句老话，但今天我还是要说，在座的各位，对得起你们身上的警服吗？对得起头顶上的警徽吗？我承认，云河作为边境的一线，其毒情之复杂，毒贩之猖獗，其工作之艰难，但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成为我们工作不力的理由和借口。现在我命令，一定要将此案查清，并彻底查出大黄胶囊仿制品的来源，尽快发布警方通告，对茶厂走毒及云巅烧人事件予以说明，给社会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报告，我有责任，我会尽快的组织大家侦破此案，给上级组织，给群众一个交代。报告。这是我的疏漏，未能不控不全，我愿意承担责任。
我现在不想看到任何愧疚，或由谁来承担所谓的责任。我知道各位的辛苦，也知道每一位同志在各自的岗位上都经历过什么。你们拿着微薄的工资，在如此复杂的一线，要面对诱惑，面对家人的不解，面对无常而又复杂的局面，甚至面对生死。但我没有看到你们的退缩和畏惧，我看到的是，你们在加倍的工作，忍受着更多的痛苦与委屈。你们有坚定的决心和意志，因为我坚信，在你们的心里，早已将这份事业视作你们的生命。敌人每一次猖狂行动的背后，一定会有他的破绽。所有的困难和压力，恰恰是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，也恰恰是我们可以重振旗鼓的机会。所以各位把头抬起来，挺直你们的腰杆。越是在这种时候，越是要相信我们自己，相信我们的同志。我们是坚强的团队，我们有铁一般的意志。同志们，现在不是沮丧的时候，我需要你们的是，拿出你们所有的勇气去面对它，战胜它，将所有的毒贩都绳之以法，将这几年来云河的毒情彻底肃清。你们能做到的，一定能。是吗？是。疯了，彻底疯了！警察迟早会查到这儿的，迟早会查到这儿的。我不干了。这事我不干了。你不要害怕，全云河，只有我知道你干这个。我不说，你就没事儿。这次是个意外，你放心，其他事情我来处理。香港那边还等着呢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还需要时间。还有你跟香港人那边，你别把话说那么死，好不好啊？你逼我也没用啊，这个事儿不是1天2天能逼出来的。记着，别再随便碰我东西。最近没什么事儿，别来这儿了。散会。陈峰总队，我想单独跟您聊一聊。陈副总队，刚才您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戳在我的心上。我的工作有失误，我不回避，我真诚地请求组织上处分我，请求组织上重新考虑云河县公安局长的人选。我希望云河的禁毒工作能焕然一些。我也想请求组织上不要把我调离云河，可以吗？
我曾经问过你，为什么守着云河不走？我希望我能听到一个真实的答案。这么多年了，哪一天我不想把云河的犯罪组织全部铲除？哪一天我不是想着将这些贩毒分子一一法办？但是在这个位置上3年了，没做到。龚队身上受了枪伤，到现在还说不了话。凯华因为被艾滋病毒贩咬伤，现在还成不了家。20年前的先生和他的女儿，又重新被卷了进来，受到死亡的威胁，还有那些烈士墓园里面躺着的我曾经的兄弟，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我连他没能做到。云河县的百姓，那些因毒被毁的家，因毒而死的人，我没做到，所以走不了，也没法走。报告。刘队，我有个事情要向你汇报一下。烧茶厂那天晚上，在行动过程中，我打过一个电话。打给谁？我妹，杨玲。什么时间打的？就在我和陈宇去边境线的路上，我用公用电话打的。你告诉了他我们的行动部署？没有。我不可能向任何人透露我们的行动，我只是担心他的安全。我让他晚上不要回茶厂了，多余的话我一个字都没说。刘队，对不起，我犯纪律了，我请求处分。写份详细的报告，还有检查。是。您曾经问过我调去省城的事情，问过我的家庭、妻子和女儿，我真的是回答不了，因为您不是我。这些年，我已经习惯了，不理解就不理解吧，也许以后会理解。但是云河这个地方，是我穿上警服的地方。30多年了。我不想在脱下这身警服的时候，它是一个逗号，我希望它是一个句号。我是一个禁毒警，这是我的宿命。我理解你，也敬佩你对禁毒工作的信仰。
同时，我也要向你道歉。说实话，有段时间我确实怀疑过你，尤其是老爸的死，特别是云河禁毒工作不能向前推进的时候，我甚至派蓝安然到你的身边，关注你的一举一动。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。你说过，在云河这种地方禁毒，不能多保持一份怀疑，就是失职。我理解。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犹豫你作为一个公安战士的信念，也希望你能够毫无保留地信任我，可以吗？记得3年前你被嘉奖的时候，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你对毒贩的态度，我至今印象深刻。生不妥协，死不后悔。吴振峰，这是关于你父亲的3年前的吴刚案相关的案情资料。你的父亲吴刚因检举揭发毒贩李林凡，被报复杀害。由于事发在境外，我们掌握的信息很有限。这些年，通过我们仔细排查掌握到，2016年8月28日，你父亲的吴氏余杭租用了万路通公司的一辆卡车，运送玉石。他手下的员工何家树被人用重金买通，偷偷的将10公斤海洛因藏匿在了货物当中。卡车司机并没有按照正常的线路行驶，而是将车悄悄地驶进了瓦林镇一条偏僻的小路，与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毒贩毒三一起杀害了你的父亲，并且伪造了黑车黑的现场。卡车司机王义坤现居住在云河，我们有证据证明他和 K 集团关系密切。基于以上我们的调查结果，现在我代表云河县公安局向你宣布，你的父亲吴刚是被栽赃的。吴振峰，王辉，带他走。大哥，峰哥，快上车！吴振峰，下车！风之后，吹来无际的风，天之上还是空空天空，脚下路步步沿着初衷，伤和痛
是赋予我的光荣。这故事哪怕无人传颂，热血仍时刻为你汹涌。总有人和平岁月沉重，突围时燃烧烈火熊熊。谁能看清楚我的背负？唯一的出路是没有退路，牙关紧咬住，为你守护。心深处，时光如故人如初，人千难万阻，纵身飞渡，以天地为度，以天涯为途。聪明心刻骨，脱胎换骨，不会哭，也绝不追问一生。假如谁能看清楚我的背负？唯一的出路是没有退路，牙关紧咬住，为你守护。心深处，时光如故人如初，人千难万阻，纵身飞渡，以天地为度，以天涯为途。聪明心刻骨，脱胎换骨，不会哭，也绝不追问一生。假